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2022年中国 GDP 的数据出来了，增长3%，这个数据还是让人大吃一惊，毕竟这和去年两会时确定的目标5.5有着很大的距离。GDP 这个数据为什么重要？这是和它统计的对象有关。说简单点 ，GDP 就是全民的总收入。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，特别是这个大一统的国家。我们如果把国家的收入和家庭的收入做个比较，或许才能感受到这些数据的真实含义。如果你是一家之长，你控制着家庭经济的话，一个家庭都有个基本支出。这个基本支出大多由两部分构成，一部分是固定支出，比如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费；一部分是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支出，比如孩子要读书了，有人生病了。这些支出都需要家庭收入去保证，特别是可预见的增长的支出。一般家庭都有个预估，即家庭总收入必须到多少才算平衡，增长多少才能满足可预见的支出增长。如果低于这个增长，家庭经济将会出现问题，这可以称之为家庭 GDP 最低增长指数。每个管理过经济的人都知道，钱这东西越多越好，可缺的话，那可是要命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账号有1个亿，不过是个数字，你账号缺1万，就可能因房贷、车贷等造成资金断裂，造成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。这就是常说的一钱难倒英雄汉。看到网上有个人说他的房子被银行收走了，原因就在于他的收入降低了。原来每月有2万左右收入，每月还6000房贷没有问题，受疫情影响6000的房贷还不了了，最后被银行收回。这说明你缺钱时候的困境，差一点都可能让你倾家荡产。中国要保持基本的收支平衡，需要 GDP 保持多少增长呢？根据中共“十四五”规划的远景目标，2035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在迈上新台阶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意味着在2021年至2035年的15年里，中国的 GDP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不能低于 4.73%。这样就能明白为什么 3% 的增速让人感到震惊。这意味着这个数据将极大影响中国人的正常生活。这次中国各省都在预测2023年的 GDP 数据，虽然许多省份下调了原来的预期，但整体来看数据都停在 5% 上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哪个省会把这数据调到 5% 以下，大多都会超过 5%， 只是超的幅度都不大。这说明 5% 的数据对于中国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，超过能有所盈余，下降将苦难重重。前几年对于地方政府的要求不只是单纯考核 GDP 了，但经历了3年疫情，全国经济受到全面影响，保住 GDP 的增长又成了各地官员的重要工作。疫情3年 GDP 增速分别为 2.3%、8.4%、3%。2023年经济复苏将发力提速，预期就是今年经济增速目标不低于 5%。5% 成了今年经济的基本衡量指标。我们看这次中共各地的两会，全国经济总量 45% 的6个经济大省，即广东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河南、四川均下调了 GDP 目标增速，除河南、四川设置在 6%， 经济总量排名前4的省份均将目标增速设定为 5% 以上或 5% 左右。这就是 5% 的意义，不管你能不能做到，这都是一条经济红线。国家的 GDP 和家庭的 GDP 不同，家庭可以通过借债解决困难，只要这持续的时间不长，所谓救急。国家就不同，很难靠借外债解决问题，特别是要考虑国家形象等其他因素。所以低于这条红线，意味着公共支出会大幅削减，民生保障会有影响。要从根本上提增 GDP， 单纯靠政策是没有持续性的。靠原来的所谓3驾马车也是很难从根本上拉动的。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于科学发展、科技创新，而这些就会对制度有要求。说到底，经济发展 GDP 增长的真正核心点，需要让制度符合科学的发展，而不是相反。2023年靠什么支撑起这个数据？我们不了解，尽管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，在此只能说拭目以待。
另外，如果这个增长数据不能真实达到，2023年不一定比疫情3年过得更轻松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